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那每年啊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是各个品牌的安卓手机啊精锐进出的时候。那比起 iPhone 来说啊，安卓机的选择性就相对多了点。好像有低阶啊，有中阶啊，有旗舰，这些都可以任君选择，就看你的荷包深度啊，还有你的需求而定。其中啊，以中阶款的 Android 手机啊，是最多人拿的。好，不管是当长辈机也好啊，或者备用机也好啊，中阶机它的规格跟价位都是 CP 值算最高的。毕竟啊，价位合理，效能还 OK， 使用个1-2年再换呢，对得起自己的荷包。既然要讲到中阶机啊，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一支 Motorola Edge 30。那拥有5000万画素的拍照能力，同时啊，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5G 手机。接下来我们就开箱为大家解答。好，开箱。好，你看，打开。好，最上面就是手机，还有一个软质的一个保护壳。好，说明书跟退夹针，然后充电器，这是33瓦的 USB-A 快充，然后传输线，还有哇，现在很多厂商都没给的一个耳机。好，所有的配件呢都在这边。好，依照惯例啊，一样是先从外观开始介绍起。它的机身尺寸为159乘74乘6.79厘米，那重量仅有155公克，6.79厘米的厚度也让它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薄的5G 手机。再加上极具轻的重量，单手握持毫不费力。但是呢，这么轻量化的机身当然它有它相对的代价。整机材质就采用塑料打造，不是金属机身的。不过实际上你如果看到实机呢，它又保有类似像金属机身一样的一个光泽，这一点我是觉得还相当不错。不过比较可惜一点如果没有装保护壳的话，就相对的比较容易沾染指纹。那在实体按键跟机身配置上呢，下方则是配置了支援4G 跟5G 频段的双卡双待的信卡插槽。另外呢，还有 Type-C 连接副、收音麦克风、立体声扬声器。那右侧呢，则是有电源键跟音量键。那在萤幕部分呢，它配置了6.5寸 Full HD Plus 的 OLED 挖孔萤幕，萤幕比例呢是20:9，更新频率高达144赫兹，具有10bit 的一个显色以及 HDR Plus 的一个显示效果，用来看影片的效果相当不错。那加上萤幕有140赫兹的一个加持，滑动画面的时候感觉相当的流畅。在电量部分呢，虽然机身厚度只有6.79厘米但是电池容量并没有因此缩水，搭载4020毫安时的电池。使用 PCMark 进行日常办公情境的一个测试在萤幕亮度50%的状态下，电力由100到20%，测得8小时45分。预估最长时间一天大概最多接近10小时左右。如果要使用整天的话，建议还是带个行动电源会比较好。那在系统部分呢 ，Motorola Edge 30它搭载 Android 12座位系统。处理器部分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78G Plus 的一个8核心处理器。那记忆体8GB RAM、128GB ROM。我们也用了不同的跑分软体去进行测试。在 Geekbench 的测试下呢，这个处理器它单核心的分数为819分，多核为2292分，安兔兔的整体跑分呢是51万分，鲁大师呢则是57万分。另外，我们用 3D Mark 进行跑分测试，大家可以看附图。我们实测玩《原神》、Call of Duty 这种大型手游，基本上想要顺跑的话，画质不要开太高，它还是可以玩虽然它的定位是中阶机，不过 Edge 30它的功能给的相当丰富。解锁部分呢，就支援脸部解锁，还有萤幕指纹解锁，还有 NFC 行动支付，还有 Moto 自家相当贴心的手势操作，让 Edge 30在使用上变得更加的智慧。还有 Moto 自家好用的 Ready For 功能，可以拿来做电视遥控器，还可以跟电脑做连线，就可以同时在电脑萤幕上存取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式还有资料，相当的方便。那最后我们谈一下 Motorola Edge 30的一个镜头配置它后置呢分别有3颗镜头，分别为5000万画素的一个主相机，还有5000万画素118度的超广角微距镜头，还有一颗200万画素的景深镜头。在日常使用上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启动相机，你只要单手拿着手机手腕快速的甩2下 ，Edge 30就会自动开启相机功能，非常的方便。这项功能的开关你可以在 Moto 手势操作中找到。
另外啊 ，Edge 30实际的拍摄表现上，在天气好的状况下，不管是主镜头或超广角镜头搭配 HDR 所拍出的照片啊，在颜色呈现上，我是觉得相当的吸睛。而且啊，也因为啊有 HDR 的功能，所以就算你面对啊太阳去拍摄，也能拍出相当清楚的照片。而且啊，它最大可以拍到10倍的变焦。不过啊，照片的锐利度就会大幅的减低。那在夜拍部分呢，使用夜景模式拍摄也可以得到不错的画面，不过锐利度啊就相对比较低一点，建议啊搭配脚架使用会比较好。在录影部分呢，则是支援最高啊4K 30帧的一个录影，同样它也支援前后镜头同时拍摄、专摄、缩时录影等功能，让你在拍摄内容啊多了几分的一个乐趣跟变化。我们也有测试 Edge 30防手震的效果，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状况下，一般行走拍摄是蛮稳定的。但是啊，如果激烈晃动的话，就会稍微有果冻效应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并没有非常的严重。不过呢，在晚上不管是行走或比较激烈的晃动，果冻效应就会比较明显。那在前置镜头部分呢，则是搭载一颗32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，它提供啊美颜录影、背景虚化等功能，并针对肤色去做美肌的调整，拍出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。好，以上啊就是这次 Motorola Edge 30的一个开箱评测报告。在功能跟效能来说啊，这支它是算对得起它价位的一个中阶手机，不管是硬体配置啊，还是 Moto 自家的软体辅助啊 ，Edge 30使用起来都相当的得心应手，拿来当做工作机啊都是不错的。而且啊，它还搭载了2颗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跟广角镜，再搭配啊 HDR 的效果，张张都蛮好看的。不过认真说啊 ，Edge 30的硬体跟旗舰机啊还是有些许的落差，但啊，只就拍照来讲的话，手机的感光元件啊，大部分都不大，一般人啊其实很难看得出差异。如果啊你对手机的速度没有极高要求的话，那么 Motorola Edge 30这款中阶手机，我觉得对一般的安卓的使用者来说啊，在价格上它是一款可以让你认真考虑的一个手机，也推荐给大家参考。我是电脑王阿达，如果喜欢这段开箱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